最近在刷互联网动态的时候，刷到了和两个演员有关的动态。一个是应该有不少人去看了最近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吧，叫做《阿嬷的情书》。这个人呢，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角。没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叫李一桐吧，还是李雨桐？天哪，我真的居然记不住他的名字，好吧？因为当时我刷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了，应该是映后的一个粉丝拍摄的视频。视频里面呢，就问了他一些问题，是说他为什么能把主角演绎的这么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回答了自己的一些演绎的方法。我当时听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塞，作为一个还在上学的人，然后去演绎这部电影，还能如此的有自己的观点，或者说自己的想法，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哇，发现了一个宝藏演员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演员是叫吴康仁，看过泰剧的人应该都了解他了。虽然我不太了解他，但是我对他的演技是有一定的认可的。就是但凡他参演过的电影，我都觉得哇塞，这个人演得还不错哦。然后他在那部电影里面不对，就是我刷到他的动态的时候，是跟另外一部，应该是电影吧，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过。那部作品叫做《危险的关系》，和孙俪一起演的。然后当时主持人问他的是说，就是他在剧里面演的那个男性角色是 PUA 女性的一个角色吧。主持人就问他说，如何去把这个人演好，而且演得这么的好？因为编剧说吴康仁他把这个角色的很多点都给揣摩透了，都给想明白了。主持人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，然后吴康仁就说了一下自己是怎么做到的，这背后的一些思考。就是以上两个演员会让我觉得，如果对角色真的有自己的理解的话，那就不会使得这部电影看起来这么的空洞，这么的没有味道。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想法。就我觉得，如果一部电影、一部电视剧真的让人看起来有味道，看起来让人觉得很对味儿，那其中一定是夹杂了演员自身对于角色的理解的。就比如最近其实我也有看一些电视剧，但是我会觉得这些电视剧怎么说呢？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观众的喜好，可是它没有把这个主题的灵魂，或者说没有把角色的灵魂给演绎出来，我看着就会很尴尬。尤其是有一些影视剧，它并没有用配音嘛，用的是演员自己的声音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些不对味的声音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？就是它会劝退我继续去观看这部作品。然后假如说这部影视剧作品它用的是配音演员的配音，哪怕说他在演绎上有那么一点点的出戏，但是这个声音对了，我还是能够忍着看下去的。但问题就是没有这个配音之后，那种吸引我继续看下去的力量就没有了。我就觉得怎么说呢，就声音演绎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。假如说你的动作表演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出入吧，但是声音对了，你可能注意力会落在声音上，就会一定程度的去忽略你眼前看到的这个人的表演。就是声音的加分，我个人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然后
后呢，其实讲到声音，我就想到，因为之前我在往期的音频里面也会提到声音这个东西，比如说像有一些孕妇，如果她的胎儿生前就是在肚子里面的那段时间，这个孕妇所待的那个环境噪声很大的话，那么她的孩子出生以后，她会觉得声音大的地方对于她来讲是安全的。但如果这个孕妇在胎儿出生之前待的环境是足够安静的，那她的孩子出生以后，在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面生存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这个环境对自己来讲不安全，就是有一种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。这当然也是我在了解相关资料的时候看到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挺神奇的。就像是我之前去泰国玩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泰国街道上的摩托车声音非常非常的大，就一旦我离开室内，哪怕离主街道再远，我还是能够听到那些摩托车的声音。甚至哪怕我进入了室内，待在房间里面睡觉的时候，也还是能够听到摩托车的声音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下的那些泰国的伙伴们，他们对这个声音是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可能因为就是我上学之后的大多数环境吧，都很少听到有摩托车的声音了。于是经常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有一点点吵。甚至是假设说，如果是在距离地铁站比较近的地方住的话，是能够听到比较细微的地铁穿梭过来的声音的。就是那些声音，它虽然不足够大，可是它一响起，你就会感觉到被打扰。就是长期适应了这样的声音的时候，会对它的感知啊，或者是对声音的灵敏度啊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其实我是不知道的，但我就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。回到影视剧那一块儿吧，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当我再去观看一部剧的时候，我能够很敏锐的感觉到这部剧哪里不太对劲。就像声音那一点，如果他用的原始声音，演员本身对角色的参悟、对声音的表现力不够的话，那这一点是绝对会让人觉得不太 OK 的。但如果他换了配音演员去配音，哪怕他在演绎角色时表现出不那么对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声音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种感觉，于是他也能够让人持续观看下去。然后还有另外一层，就是说，就作品里面除了是配音以外，就是除了演员的声音以外，其实还会有环境声嘛，就是我们的配乐跟其他的一些音乐等声音。如果这部分的声音也会增色的话，那对于作品来讲，其实也算是怎么说，就是可能他们越过了某些东西去吸引人的注意力，让人更加注意在我们的听觉上。其实有时候我会在想啊，像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等等这些感官或者说感知，他们是怎样去引领我们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的？
就像我自己来说，我会觉得声音对我的吸引会比画面，会比其他的一种表现更加吸引我。就是声音对我的敏感度，或者是对我的魅力，对我的吸引力来说，它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就像我去理解、去认识、去学习某些东西，我也更愿意从声音来入手。就像可能很多人相比起读书和比起听书，有人愿意去读，但是我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，似乎注意力会更加的集中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。虽然我大多数时候还是愿意去读，而不是去听，因为听对我来讲，它真的需要占据我太多太多的注意力。就是假如我是为了从听当中获取到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不去专注认真的话，很多东西就会从我脑子里面飘过去了。但是文字怎么说呢？因为我阅读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可能是我在阅读这个东西之前，我就知道我需要关注它的什么东西，或者说我的目标是什么。那我在翻阅某些东西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就会从文字之间飘过，然后去抓取我想要的那些重点。所以很多，比如说所谓的噪音的部分，全都被我忽略了。那我的重点，我的注意力就会落在那些真正和我目标相近的东西。那文字上有点像是它可以让我不自觉的忽略噪音，但声音就不行，因为它是一个线性的媒介，就我们没有办法跳过其中的一些东西，所以只能从头到尾去收听，然后你才能知道所有的这些音频当中到底讲了什么东西。那这个差异会不会就是声音为何如此？就是它在注意力对人的攫取上，会比视觉信息更高一层的这个原因呢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我就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的。